我单手搬山当晨练，下山却被当成废物做了上门女婿。只因他们看我是一个垃圾武夫，就把快死的大小姐替嫁给我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乃是剑武双修。就在婚宴上，恶奴竟放狗咬我，而我弹指间就震碎恶犬。随后武敬天骄逼我下跪道歉，我隔空一压，直接碾碎他的膝盖骨。紧接着半步飞升老祖降临威压，我反手一拳就轰碎天地囚笼。然而楚家亮出七境霸刀令牌要将我诛杀，我却一脚踩碎，还满脸不屑，冷笑道：“叫雷万痕亲自来见我。”旭日初升，隐雾山巅，我拍了拍手上的石屑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。我刚做完每天的晨练，觉得挡了门口采光的山头太碍眼，于是单手把那座几百丈高的主峰从东边搬到了西边，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木门。我正准备给自己倒杯水，目光却被八仙桌上的一封信吸引了。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写着5个大字：乖兔儿亲戚。这老头子大清早的不见人影，准没憋什么好屁。我眼皮猛地一跳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。我撕开信封，里面只有一张皱巴巴的黄纸。徒儿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如果有，那就是还没吃完。为师觉得这下界太无聊，要去上界找你师娘探讨人生哲理了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是个成熟的废柴了，自己下山讨生活去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老家伙跑路都跑得如此清新脱俗。我耐着性子往下看，说起下山，为师突然想起一桩陈年旧事。12年前，为师下山买酒，一时大意没控制住力道，打个喷嚏，不小心把沧州宋家的老祖给镇元祭了。正所谓退一万步讲，虽然老祖死了，但为师也损失了一个喷嚏啊。不过为师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为了补偿宋家，在他临终前，我私自做主，把你卖给了他们宋家当上门女婿。婚书已经签好了，算算时间，你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了，赶紧滚下山，上门当顾爷去吧，别指望我给你留什么盘缠。年轻人吃点软饭怎么了？不仅能填饱肚子，还能少走40年弯路。信末那个欠揍的笑脸让我嘴角狂抽。老家伙，你最好祈祷别让我在上界碰见你。我揉了揉眉心，在隐雾山16年，我每天搬山劈海，虽然在修仙界眼中我是个没丹田的废物，但我这副肉身早已强悍到连自己都觉得恐怖。不能修法，那便以身撼天。我披上一件青衫，两手插兜悠哉下山。3日后，沧州宋府门前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。听说了吗？宋家今天有喜事，但也是大丑事啊！可不是嘛，曾经咱们沧州第一天才，那位觉醒了太清剑骨的宋家大小姐宋初霜，据说前些日子在外遭遇横祸，剑骨被人硬生生抽走，经脉全断，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废人。天妒红颜啊！更惨的是，我听说宋家为了攀附玄鼎宗，原本是打算把二小姐嫁给玄鼎宗的一位长老，结果半路杀出一纸当年宋家老祖定下的婚书，男方竟然是个毫无灵力的山野村夫。宋家家主不想让二小姐嫁给废物，又怕悔婚坏了名声，干脆就来了个偷梁换柱，让已经快要病死的废人大小姐去替嫁给那个村夫。我站在人群外，听着这些八卦若有所思。没用的废物赘婿配经脉尽断的残废千金。我摸了下巴，这老头子安排的婚事倒有点意思。我看向宋家烫金的牌匾，嘴角微勾，分开人群径直朝那紧闭的大门走去。宋家正厅张灯结彩，厅内气氛诡异且亲密。宋家高层端坐上方，冷眼打量着悠然入内的我。我踩着红地毯，耳边竟是宋家子弟毫不掩饰的嘲笑。这就是当年老祖定下的那个上门女婿，身上居然连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都没有，还真是个纯粹的极品废物啊！嘘，小声点，正因为是个废物，才配得上咱们那位被抽了剑骨、经脉尽断的大小姐啊！家主这招废品配废品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我充耳不闻，目光落在正厅中央那道单薄的身影上。那女子穿着陈旧的红嫁衣，脸色惨白，身形消瘦的仿佛站立都难，可她的脊背依然挺得笔直，宛如风雪中的傲眉。这便是曾经的落雪剑仙宋初霜。我心中微动，老头子眼光不差，这丫头的倔强挺对我胃口。哈哈哈，新郎官终于到了。锦衣华服的宋青年牵着一条半人高的黑毛恶犬走出，眼神满是傲慢。他用力一拽狗链，恶犬冲我狂吠。既然人到齐了，那就按咱们沧州的规矩，新婿进门得先给主家敬茶。宋青年随手端起滚烫的茶水，泼进地上的狗盆里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。喝了这盆茶，你这个废物就算正式入赘我宋家了。初霜堂妹，你还不赶紧带着你这凡人夫君跪下把茶喝了？满堂哄笑，宋初霜气得浑身颤抖，
唇角溢出一丝鲜血。然而当恶犬逼近我时，他竟本能地跨出一步，用残躯死死护在我身前。宋祈年，你冲我来就行了。他只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经不住你的妖犬撕咬，放他走。我愣住了，这丫头泥菩萨过江，竟还要护着我这个陌生人。凡人也是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不能修炼，连条狗都不如。宋祈年狂笑一声，猛地松开锁链，去教教咱们的新姑爷怎么趴在地上喝茶。恶犬腥风扑面，众人皆露出看好戏的冷笑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抬手将宋初霜温柔地拉到身后。面对扑来的凶手，我脚步未挪，只是缓缓抬起右手，屈指一弹，没有灵力爆发，仅靠恐怖的肉身力量，虚空仿佛被瞬间抽干。恶犬连惨叫都未发出，便被罡风掀飞，撞在石柱上当场昏死，玄铁锁链更是寸寸崩碎。什么？宋祈年笑声凝固，我看向他，目光幽深。你刚才说让谁跪下？我隔空向下随意一压，轰的一声，排山倒海般的威压瞬间震碎宋祈年的护体罡气，咔嚓，骨裂声响起。宋祈年双膝砸碎地砖，直挺挺地跪在了我们面前。全场死寂，宋家长老们惊骇起身，这他娘的是凡人！我没理会那些目光，转身看向呆滞的宋初霜，看着他因寒毒颤抖的娇躯，我语气轻柔：你护我一次，我保你一生。这笔买卖我接了。我咬破指尖，将一滴散发金芒的精血点在他眉心，刹那间，浩瀚的生命气机在他的丹田内轰然爆发。放肆！一声暴喝，如惊雷在正厅炸响。宋家大长老腾空而起，见宋祈年被迫下跪，他眼珠通红，这简直是在踩宋家的脸。庶子狂妄，敢在我宋家伤人，今日老夫必将你废去四肢，以儆效尤。枯瘦的手爪裹挟青色罡风，直逼我面门。几名长老也祭出法器封死我的退路，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动不动就要废人四肢。你们宋家的家教还真是感人肺腑啊！我冷笑一声，拔都不拔双手，只随意向前迈出一步，鞋底触地的瞬间，一股恐怖涟漪骤然荡开。没有灵光法诀，只有绝对的实力碾压。大长老的罡风撞上涟漪，如撞神山，寸寸崩灭。噗！几名长老如同断线风筝倒飞而出，砸碎一地桌椅，狂吐鲜血。你到底施了什么妖法？大长老瘫倒在地，手指疯狂颤抖。妖法？我掸了掸袖口，退一万步讲，难道就不能是你们太弱了吗？全场鸦雀无声，宋家子弟缩在角落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我转身抱起陷入半昏迷的宋初霜，动作轻柔。从今天起，她就不再是你们宋家的弃子，而是我江于白的妻子。我抱着她踩过廊脊，临出门前，我脚步微顿，偏过头冷冷丢下一句：以后谁再敢打他的主意，我不介意让沧州城再无宋家。半个时辰后，城外客栈，宋初霜猛地睁开眼，大口呼吸。我还活着。他下意识内视丹田，随即如遭雷击，被挖走的剑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竟是一柄散发洪荒气息的微小剑胎，经脉完好如初，寒毒也消失殆尽。这剑胎蕴含的剑意，比曾经的太清剑骨恐怖千倍。寒毒解了，经脉续了，这是什么级别的造化？他脑海中浮现出大厅里那个护在他身前的身影，还有点在他眉心的那滴金血。他究竟是谁？房门吱呀一声推开，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走进来，看着呆坐的他，轻笑道：醒了，吃点东西吧。老头子让我下山吃软饭，不过我现在身上没钱，这碗面还是刷脸赊来的。堂堂剑仙应该不会嫌弃吧？看着这个笑容随和、满身烟火气的少年，宋初霜的心脏不可遏制地狂跳起来。客栈房间内热气氤氲，宋初霜盯着那碗握着2个荷包蛋的阳春面，又看了看倚在门框上神情慵懒的我。那一刻，他心中紧绷无数个日夜的弦彻底断了。他没有追问那滴精血的来历，也没有问我为何能只手压制宋家，他只知道在自己被世界践踏时，是我拉了他一把。他大口吞咽着面汤，眼泪滚落，眼神却愈发清亮。江于白，他放下空碗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我正百无聊赖地抠着门框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也不管你有什么秘密。他语气坚定如起誓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我宋初霜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让任何人伤你一根头发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失笑。好啊，那以后就仰仗宋女侠保护我这个吃软饭的了。这丫头，不过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还不赖。次日，星河宗，我顶着宋家姑爷兼扫灰药童的身份，大摇大摆地跟宋初霜回了山。刚入外门广场，无数鄙夷的目光便投了过来。那不是宋初霜吗？不是说他被挖了剑骨成了废人？
旁边那个就是他的凡人赘婿吧？真是落魄凤凰不如鸡。宋初双充耳不闻，交代我几句后，便去剑道峰测试经脉。我则溜达到炼药峰，刚拿起破扫帚，身后便传来阴冷的声音：“江玉白，你倒是命大，去了宋家当赘婿，竟然还能活着滚回来。”转身一瞧，是留着山羊胡的峰主虚怀古，他眼中满是贪婪，显然是收到了密报，认定我身怀能让宋初双起死回生的绝世神药。峰主有何贵干？我这正扫地呢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很忙的。我杵着扫帚胡扯。少废话！虚怀古冷笑：“本座怀疑你偷窃灵草，来人，拿下押入炼丹阁。！”4名执法弟子猛地冲上来按住我。换作平时，这几条小杂鱼连我3尺都进不了，但我突然有点好奇他想干什么，而且被人架着走确实省力。轻点，我这可是凡人的身子骨。我象征性的挣扎了2下，顺理成章的被压进了禁地。禁地中央矗立着3丈高的青铜巨鼎，八荒焚天炉。把它给我扔进去！虚怀古面露疯狂：“本座要用八荒地火，把你熬成一炉人元大丹！”哐当，我被投入丹炉顶盖封死，赤红地火瞬间包裹丹炉，高温让空气都变了形。虚怀古得意狂笑，却不知丹炉内的我正翘着2郎腿，躺在火焰里舒舒服服的打哈欠。这火候不行啊，有点拔罐没拔透的感觉。老徐，你昨晚没吃饭吗？我翻了个身，打算在这温水澡似的火里睡个午觉。与此同时，剑道峰一名女弟子慌张跑向宋初双：“初双师姐，不好了！你带回来的那个凡人被虚峰主直接扔进八荒焚天炉里，要活活炼成丹药。”轰！宋初双脑海惊雷炸响，原本清澈的眼眸瞬间冰冷，一股恐怖的混沌剑意冲天而起，震碎了脚下青石。虚怀古，你找死！他扯下发簪，长发狂舞，随手折下一根枯枝，便化作白影，带着滔天杀意直扑炼药峰。星河宗炼药峰9900阶白玉阶梯上，气氛肃杀。我那白衣胜雪的妻子宋初双手持一根枯树枝，正一步步向峰顶走去。他刚重炼经脉，气息虽不稳，但每迈一步，周身寒意便冷冽一分。站住！炼药重地，闲人免进。几名守山弟子拔剑阻拦。滚开！宋初双眼眸低垂，声音冷彻骨髓。宋初双，你以为你还是曾经那个剑仙吗？一个被挖了剑骨的废人，也敢来炼药峰撒野，给我拿下！几人挥剑便刺，宋初双没有退缩，他抬起枯枝，体内混沌剑胎发出一声清脆剑鸣，刹那间，一股古老苍茫的恐怖剑意横扫而出，当当当，金刚长剑竟被枯枝齐刷刷斩断，几名弟子喷血倒飞，眼中满是惊骇。宋初双没理会他们，径直冲向峰顶的炼丹广场。广场中央，八荒焚天炉已被烧得通红，虚怀古捻着胡须，眼中满是狂热与贪婪。峰主不好了，宋初双打上来了。宋初双的身影如鬼魅般落下，看着那足以融化玄铁的高温丹炉，他脸色瞬间惨白。虚怀古，把他放出来！宋初双剑指对方，声音颤抖：“哟，这不是咱们的落雪剑仙吗？”虚怀古阴冷笑道：“放出来！这可是本座熬制的人元大丹，再过半个时辰就出炉了。怎么，你想先替他尝尝这八荒地火的滋味？”虚怀古挥袖间，峰主威压如泰山压顶。宋初双咬紧牙关，哪怕双膝渗血，也死死撑着枯枝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本座就废了你，拿你的血来祭炉。就在此时，那尊坚不可摧的丹炉内突然传出一声极其无奈的叹息：“唉，这火不行啊，温度高是挺高，就是不够热。”我熟悉的声音让宋初双猛地抬头，眼眶瞬间红了。虚怀古则笑容僵住：“这怎么可能？凡人怎么可能在八荒地火里活到现在？”我本想以凡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炉内声音转冷，换来的却是你们得寸进尺。你惹谁不好，非要惹我夫人掉眼泪。咔嚓，号称连顶级法宝都无法击碎的八荒焚天炉竟崩开一道巨大裂纹。轰隆，重达万斤的顶盖被狂暴力量掀飞炸裂。漫天火海中，我拍了拍长衫上的灰尘，完好无损地走了出来。全场死寂，虚怀古吓得连退3步。“你喜欢炼丹是吧？”我扭了扭脖子，嘴角勾起危险的弧度。
抬手间，掌心爆发吞天吸力。今天我就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炼丹。轰！不仅是残火，连漫山遍野的灵药全都被吸入我周身。天地为炉，肉身为鼎。3个呼吸间，一枚散发七彩霞光的造化金丹便在我手中凝聚。我径直走到宋初霜面前，眼神温柔，张嘴，药力入喉。他的内伤瞬间平复，气息节节攀升。处理好妻子，我才转头看向瘫倒的虚怀古。你不是喜欢拿别人炼药吗？作为回报，我也送你一场造化。我隔空对着他的丹田轻轻一踏，砰！虚怀古100年的修为如同扎破的气球，瞬间溃散。我的修为，我的丹田，你废了我！他绝望嘶吼，瞬间苍老了几十岁。废了你，那是为了你好。没有了修为，以后你就不能再祸害别人了。我这可是积德行善呢。我拍拍手，牵起宋初霜柔软的手掌。走吧，这里的空气太呛人了。回家。九州大选，天机广场。这座悬浮半空的白玉广场，人山人海，九州宗门齐聚。参选天骄中，风头最盛的莫过于觉醒了太清剑骨的宋七年。他身着金丝锦袍走上1号擂台，目光轻蔑如是蝼蚁，直到一道白衣身影缓缓登台，全场死寂。那是宋初霜，他不是被废了吗？竟然代表星河宗出战，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一把破树枝。宋初霜手握枯树枝，神色清冷，而我坐在观众席角落，一边嗑瓜子一边大喊：“老婆加油！打完早点回家吃晚饭。”周围人纷纷侧目，估计都把我当成了傻子。擂台上，宋启年面色阴沉：“宋初霜，你这贱人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用不知道哪里弄来的邪门禁药强行恢复行动能力，就敢跑到这九州大选上丢人现眼！没有了剑骨，你连个屁都不是！”他转头冲高台喊道：“诸位前辈，此女已被我宋家逐出家门，如今毫无修为，却拿着一根破树枝登台，这分明是对九州大选的蔑视，请诸位长老降下威压，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废人逐出赛场。”收了好处的长老师出有名，3道恐怖威压如大山般砸向宋初霜。跪下，退出擂台。众人都以为他会被压得粉身碎骨，可宋初霜腰杆笔直，脚下白玉石板碎裂，膝盖却未弯一分。就凭你们，也配让我跪？他抬起头，眼眸迸发锋芒。宋启年，你偷走我的剑骨，真以为那东西就是你的了吗？宋启年狂笑不止，哈哈哈，笑话！剑骨如今长在我的体内，我意念一动，便可引9天剑雷。你拿什么跟我争？拿你手里那根破树枝吗？既然你想死，我成全你。他狰狞催动剑骨，身后100丈金光巨剑带着毁天灭地之势轰然斩下。去死吧！面对绝杀，宋初霜面无表情，握紧枯树枝轻飘飘地挥出，只是最基础的拔剑上挑。但在那一瞬间，我留在他体内的混沌剑胎猛地一跳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。那柄声势浩大的巨剑在触碰到枯树枝的瞬间，竟如陈子剑君，硬生生停在了半空。咔咔嚓，宋启年体内传出凄厉的哀鸣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剑骨，我的力量！他惊恐捂胸，那根窃夺来的太清剑骨，在感受到上位者的混沌剑意后，竟因恐惧而剧烈站立，甚至疯狂抗拒指挥。砰！伴随一声闷响，剑骨在他体内自我崩碎，漫天剑气消散如烟。噗！宋启年狂喷鲜血，瘫软在地。他掠夺来的荣光，在这一截枯树枝面前灰飞烟灭，全场死寂。一根树枝斩碎太清剑骨，这到底是谁在开挂？天机广场上死一般的寂静，擂台上被寄予厚望的九州第一天骄宋启年，此刻犹如一条死狗般瘫软在地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眼神涣散，嘴里不断溢出鲜血，还在绝望地呢喃着：“我的剑骨，我的力量。”7年，高台之上，宋家家主宋长渊发出一声目眦欲裂的嘶吼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宋家倾全族之力培养出的麒麟儿，竟然被一根破树枝给吓碎了剑骨。妖女，你竟敢毁我宋家根基！宋长渊双眼猩红，声色俱厉地咆哮道：“你明明是个经脉尽断的废人，怎么可能一击废掉太清剑骨？你定是暗中修炼了见不得人的魔道妖法。诸位长老，这妖女已入魔道，今日若不除她，必成九州大患。随我一起结阵，
诛杀此魔，替天行道。好一顶替天行道的大帽子！随着他一声令下，10余名高手凌厉冲天而起，交织成一张血色大网，封死擂台。九天封绝杀阵起！恐怖的杀伐之气化作漫天利刃。宋初双握着树枝的手微微发紧，以他现在的境界还无法抵挡这种宗门绝杀阵，但他的脊背依然挺拔，眼神中只有宁为玉碎的决绝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唉，擂台边缘传来一声极度无奈的长叹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壳，慢吞吞地站起身。听过一句废话吗？我的声音在凌厉激荡中传遍全场。当你发现有人在欺负你老婆的时候，大概率是因为你老婆正在被人欺负。全场众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宋长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鄙夷。一个连丹田都没有的凡人废物也敢来趟这趟浑水，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就和这妖女一起灰飞烟灭吧！杀！漫天血刃倾泻而下，我摇了摇头，双手插兜，闲庭信步地走去。那足以绞杀大能的阵法结界在我面前仿佛空气。我一步跨入阵内，挡在初霜身前。我这人平时脾气挺好的，但最讨厌2件事。我缓缓抽出右手，五指慢慢合拢。第一是看戏的时候瓜子嗑完了，第二就是有人耽误我老婆下班回家吃饭。话音落下，我甚至没抬头看那阵法，只是极其随意地朝着虚空一拳轰出，没有灵光，没有法诀，只有极致纯粹的肉身力量。轰！咔嚓！那一瞬间，空间出现了剧烈的扭曲，号称坚不可摧的杀阵发出一声脆响，随即像被铁锤砸中的玻璃罩般轰然炸裂，化作漫天光雨。噗！半空中的宋长渊及10余名长老齐刷刷狂喷鲜血，如同下饺子般跌落，经脉寸断一拳。仅仅一拳，凭肉身轰碎了10几名顶尖高手的护山级杀阵。天机广场几万人如遭定身，这特么管我叫凡人废物？我甩了甩手腕，回头看向愣神的宋初霜，语气温柔：“走吧，老婆，这群老壁灯太扫兴了，咱们回家吃面去。”天机广场上，江于白牵着宋初霜的手正要离开。站住！谁允许你们走了？身后传来濒死野兽般的咆哮。宋长渊浑身是血地趴在地上，眼中怨毒凝成实质。宋家100年的登顶计划全毁在了这个凡人手里。庶子，你毁我宋家100年基业，真以为能活着走出沧州城吗？宋长渊猛地喷出一口精血，洒在黑色的玉牌上。不孝子孙宋长渊，恭请老祖出关，诛杀邪魔，壮我宋家。玉牌碎裂，沧州城上空瞬间被滚滚黑云遮蔽，一股恐怖了成百上千倍的威压轰然降临，震碎了所有人的胆魄。是谁敢伤我宋家血脉？高空云层被大手撕裂，一名瘦骨嶙峋的灰袍老者缩地成寸，凭空出现在擂台上空，半步飞升境。看台上的数万人在这神明般的威压下成片跪伏。老祖救命啊！宋长渊疯狂磕头。这个没有丹田的怪物，用妖法废了7年的剑骨。老祖俯瞰着废掉的子孙，脸色阴沉到极点。好，很好。他抬起枯掌，目光锁定我们。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蝼蚁，老夫今日便用天地囚笼将你们神魂抽出，灼烧万年。空间瞬间被绝对法则封锁，空气沉重如汞。宋初霜体内的混沌剑台发出疯狂预警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俗话说得好，如果不听老人言，那这个老人大概率是在说废话。我抬起头，迎着半步飞升境的威压，眼神极度淡漠。你们宋家抢人剑骨在先，劫阵杀人在后，如今连老的也跑出来护短。既然这9州的规矩你们不讲，那从现在起，规矩我来定。我向前踏出一步，体内沉寂16年的天地烘炉诀彻底解开枷锁。哼，一股无法衡量，甚至没有品级的恐怖气场从我这具凡人躯体内爆发。老祖惊骇地发现，他的天地囚笼竟然在被我炼化。天地为炉，造化为功，给我炼！我一声冷喝，方圆100里的法则瞬间逆转。老祖疯狂嘶吼着，感觉到苦修1000年的灵韵与生机正从毛孔中蜂涌而出。你到底是什么邪术？停下！在最顶级的法则面前，他的挣扎毫无意义。我随手一挥，将提纯后的1000年灵力化作满天金雨，雨滴落在沧州城每个角落。久病者生龙活虎，瓶颈者纷纷突破。而擂台上，
那位半步飞升的老祖已化作油尽灯枯的凡人，最终随风化作一窝黄土。全场数万人沐浴在灵雨中，像仰望神明般敬畏地看着我。我牵起早已看呆的宋初霜，为他理了理秀发。你看，我就说这群老壁灯都是花架子吧。走，没人拦着咱们回家吃饭了。宋初霜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笑得倾国倾城。好，我们回家。金雨飘摇，我们十指紧扣，在万众注视下渐渐远去。沧州城揽月阁，宋初霜坐在雅座上，江玉白去城西见老熟人，让他先来点菜。他手里把玩着母亲留下的遗物幻天水镜，那是能抵挡致命一击的宝贝。一阵嚣张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，几个华服男女在一名贵妇的带领下径直走到桌前。带头的锦衣少年盯着水镜，冷笑道：真没想到你手里竟然还有幻天水镜这种好东西，看来你这落雪剑仙和那位大名鼎鼎的凌云剑尊关系匪浅啊。宋初霜收起镜子，眼神冰冷。中州楚家的人，我与你们素无瓜葛，滚开！放肆！少年身旁的少女不屑嗤笑。你还以为你是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才吗？一个被剥了剑骨的废人罢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今晚你就算把凌云剑尊亲自叫过来，他也得卖我们楚家人一个面子。少女傲慢扬手。凌云剑尊不过是个6境剑皇，而我的外祖父可是威震中州的7境霸刀雷万钧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周围食客吓得连连后退。贵妇盯着宋初霜，语气不容置疑：把幻天水镜交出来，本夫人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宋初霜掌心剑气流转，怀中玉符却突然亮起，传出江于白的声音：老婆，菜点好了没？我这边马上搞定了。楚家少爷嚣张大笑：哟，在给谁求救呢？叫他赶紧滚过来受死。玉符那头静了一秒，随即传来江于白平静的声音：老婆等我，我马上到。城西铁匠铺，雄浑罡气瞬间浸染全身，我脚下一踏，整个人如炮弹般冲天而起。哼！巨大的反作用力掀翻了屋顶，铁匠铺化作废墟。老铁匠灰头土脸的吐掉灰土，被段木砸个正着，对着天空破口大骂：江于白，你个小王八蛋！老夫就算死，以后也绝不会再帮你打半点东西。揽月阁3楼，贵妇眼中杀意毕露：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叫你父亲上来把他的手给我剁了。一名少女点头，手中蓝色印记刚飞向窗外，天空便传来震耳欲聋的音爆声。轰隆！揽月阁剧烈摇晃，房顶被罡风撕裂。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，我从天而降，如同陨石般砸在初霜桌前，金丝楠木桌瞬间粉碎。我双手插兜，缓缓直起身子，将它护在身后。我看着面前这群高高在上的楚家人，嘴角勾起危险的弧度：你们刚才说，就算凌云剑尊来了，也得卖你们个面子。揽月阁3楼，烟尘弥漫，我一身青衫纤尘不染，仔细打量了一番宋初霜，确认他无碍后才松了口气。还行，没掉块肉。我拉开椅子让他坐下，语气慵懒：抱歉啊，老婆，路上遇到个熟人，耽误了点时间。你想吃点什么？宋初霜神色放松下来，浅笑道：只要不吃屋顶落下来的灰就行。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楚家人。混账东西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，也敢无视我中州楚家？带头的锦衣少爷拔刀指向我：不管你是这残废从哪里找来的野男人，今天敢坏本少爷的好事，本少爷就把你大卸8块喂狗。我连头都没回，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。俗话说得好，如果不听老人言，那大概率是因为年轻人的耳朵有点背。我轻吹茶沫，我刚才在楼上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说，就算是凌云剑尊来了，也得卖你们一个面子。贵妇冷笑上前，眼神傲慢：怎么怕了？不怕告诉你，我楚家背后站着的乃是名震中州的7境大能霸刀雷万钧。你若是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自断双臂，本夫人或许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全尸。窗外狂风大作，少女放出的蓝色印记炸开，化作一道数丈高的威武虚影。那虚影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狂暴刀意。是谁敢欺我楚家妻女？虚影如惊雷般怒喝：父亲！少男少女面露狂喜：就是这个不知死活的乡巴佬，父亲用外祖父赐给您的霸刀斩劈了他。贵妇满脸得意，这道虚影蕴含7境大能刀意，
在沧州绝对无敌。面对足以劈开山岳的刀影，我放下茶杯，转头看向半空。面子是吧？我低声嘟囔了一句，没动用任何灵力，只是极其随意地抬起右手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啪！一声脆响炸裂，那道蕴含七境刀意的庞大虚影，在我这轻飘飘的一巴掌下，像脆弱的气泡般瞬间崩碎。噗！召唤者少女当场遭到反噬，狂喷鲜血倒地。揽月阁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锦衣少爷的刀掉在地上，贵妇瞳孔剧烈收缩，浑身疯狂颤抖。仅仅一巴掌就扇灭了带有七境刀意的虚影。我慢慢悠悠走到楚家人面前，抬脚将那把法器宝刀踩成铁渣。你们中州楚家的面子，我仔细量了一下。我低头看了一眼鞋底，语气诚恳，好像还没有我的鞋底大。你，贵妇跌坐在地，雍容全无。你别过来！我父亲是雷万钧，你若是敢动我们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眼神冷漠，我这人不喜欢见血，因为容易弄脏我老婆吃饭的桌子。今天留你们一命，把砸坏屋顶和桌子的钱赔给掌柜。然后我指向楼梯口，吐出一个字：滚！楚家人如猛大赦，连滚带爬地扔下金子，像丧家之犬般逃离。揽月阁天字号雅间，我左手抓着流油的灵鸟腿，右手端着清茶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宋初霜坐在对面，单手托腮，清冷的眼眸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你老是这么看着我，我会有压力的。我咽下嘴里的肉，擦了擦嘴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个人如果长得太帅，那他多半是个帅哥。宋初霜被我这句废话逗得轻笑出声，眉间的阴霾也散了不少。江玉白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宋初霜轻声问。连七境大能的虚影都能一巴掌扇碎，你师父怎么会舍得让你在炼药峰扫了16年的地？扫地怎么了？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在各大宗门里，扫地僧通常都是战力天花板，我这叫提前适应满级大佬的退休生活。宋初霜无奈摇头，神色复又凝重。不过我们今天算是彻底把中州楚家得罪死了。楚家行事极其霸道，尤其是那位霸刀雷万钧极其护短。他若是本尊降临沧州，我怕什么？怕他大老远跑过来，没带够钱请我们吃饭。我毫不在意的摆手，将灵果推到他面前。放心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如果水不来，那多半是停水了。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也能给你顶回去。赶紧吃，吃完我们去拿个东西。半个时辰后，城西废墟，铁匠铺屋顶没了。老铁匠老莫正坐在破石头上骂娘。老莫还没死呢。我双手插兜走了过去。你个小王八蛋还敢回来！老莫气得蹦起来，抄起断铁棍就要砸。老夫的铺子都被你踩塌了，你今天不赔老夫的棺材本，老夫跟你同归于尽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气大伤肝，肝不好就容易得肝病。我侧身躲过，随手将2锭紫金抛给他。老莫接住紫金咬了一口，老脸瞬间笑成菊花。嘿嘿，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，你要的东西，老夫已经拼了这条老命给你打出来了。他从地窖抱出一个狭长木匣，神色变得严肃。这玩意儿可是用你给的那块天外星云打造的，差点没把老夫的炉子给烧炸了。不过这到底是个啥东西？既没有开刃，也没有间隔，光秃秃的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大道至简。我接过木匣，走到宋初霜面前，轻轻掀开黑布，里面静静躺着一个深邃暗金色的古朴剑柄，没有剑刃。刹那间，宋初霜体内的混沌剑胎发出清明，仿佛产生了某种血脉共鸣。你总不能一直拿着树枝打架吧？容易扎手。我将木匣塞进他怀里，这叫无锋，它不需要实体的剑刃，只要你握住它，你体内的混沌剑意就是天下最锋利的剑刃。宋初霜呆呆地看着木匣，眼眶微红。谢谢。他声音微颤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我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转头看向北方中州的方向。沧州这池子太小了，不够折腾。我牵起他的手，走吧老婆，咱们去中州转转。去中州？宋初霜一愣，我嘴角勾起玩味的冷笑。楚家人不是喜欢仗势欺人吗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咱们去中州，顺便去看看那位传说中的霸刀雷万钧，面子到底有多大？中州大帝以中州为尊，相较于沧州，中州不仅灵气浓郁，更是龙盘虎踞。天耀城外，江鱼白叼着狗尾巴草，活像个进城看杂耍的街溜子。而宋初霜背着黑木匣，
清冷容颜，引得路人频频侧目。进城核查身份，排好队，把入城费准备好，一人10块下品零食。城门口10几名身穿银铠的楚家卫兵骂骂咧咧。轮到我们时，卫兵队长见我毫无灵力，眼中满是不屑，转而贪婪地盯着楚霜和木霞。沧州来的乡巴佬，卫兵队长冷笑一声：“你们这入城费不够，沧州属于蛮夷之地，进中州得交0级污染费，一人100块中品零食，少一颗都给我滚回去！”周围人纷纷倒吸凉气，这简直是抢劫。宋初霜眼神一冷，手已摸向木霞，我伸手按住他的肩膀，笑眯眯地走上前：“这位军爷，俗话说得好，出门在外，如果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那通常我都解决不了，因为我没钱。”卫兵队长勃然大怒：“没钱你跑中州来要饭啊？没钱也行。”他伸出咸猪手抓向木霞：“把这个匣子留下抵押，然后让这小娘子陪大爷我喝2杯。本队长心情好了，就放你这废物进城。”然而他的手停在了半空。我这人平时很讲道理的，但如果你不讲道理，我嘴角挂着笑容，眼神却降至冰点。咔嚓，骨裂声骤起，队长的右臂被我硬生生拧成麻花，玄铁臂铠碎裂，内劲将其骨头震成粉末。啊！卫兵队长凄厉惨叫，周围卫兵大惊失色，拔刀将我们团团围住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敢在楚家的地盘上动手，今天神仙也救不了你！副队长怒吼着挥刀便砍，我拍了拍手上的灰。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哦对，如果你不讲道理，我微微抬腿，直接踹在副队长胸口。砰！副队长如炮弹般倒飞，砸在城墙上，扣出一个深坑，像烂泥般滑落。那我也只能略懂一些拳脚了。我慢吞吞地补完后半句。城门口鸦雀无声，众人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。我走到哀嚎的队长面前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麻烦打听个事，你们楚家的主宅在哪儿？”队长满脸惊恐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我们家主可是马上就要突破6境了，背后还有霸刀大人撑腰。”别紧张，我就是去吃个饭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之前你们楚家的人在沧州砸了我吃饭的桌子，我这人穷，砸了我的饭碗，我就只能去你们家主宅要饭了。”我站起身，牵起宋初霜的手：“老婆，走，今晚咱们去楚家吃大户。”楚家主宅议事大厅，楚家家主楚镇南端坐在主位，脸色铁青，脚边躺着在揽月阁吃瘪的一家3口，以及断了10几根骨头的卫兵。楚镇南摔碎玉盏，怒吼在大厅回荡：“在天耀城，竟然有人敢公然打我楚家人的脸！这要是传回中州，我岳父霸刀大人的脸往哪儿搁？”贵妇趴在地上哭喊：“老爷，您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！那小子一巴掌就扇碎了父亲的刀翼虚影，定是冲着楚家来的。”一巴掌扇碎刀翼虚影。楚镇南狠厉冷笑：“那小子多半是用了什么一次性的法宝，开启护院大阵，调集影卫全城搜捕。我要把他抽筋扒皮，点天灯。”然而楚家精锐还没冲出大厅，轰隆，惊天巨响传来，整座宅邸剧烈摇晃。一名家丁连滚带爬地冲进来，满脸惊恐：“家主不好了，咱们家的大门。”“大门怎么了？有大阵在，谁能攻破？”“不是攻破。”家丁咽了口血沫：“大门连带牌匾被人一脚给踹飞到池塘里了，大阵连个水花都没冒就碎了。”哒哒哒，悠闲的脚步声渐近，烟尘散去。我牵着宋初霜跨过残砖，慢里丝条地走进大厅。这院子挺大啊，不好意思啊各位，刚才敲门没人应，我就自己推门进来了。可能是你们家这门质量不太行，我稍微用了一点点力，它就倒了。大厅死寂，贵妇吓得躲到楚镇南身后。楚镇南爆发出接近6境的威压，死死盯着我：“小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敢单枪匹马闯我楚家大宅？”“听我说，你先别急。”我打断了他的施法，语气诚恳：“我这个人向来恩怨分明，你们家砸了我吃饭的桌子，又想抢我老婆的剑匣，这误工费、惊吓费加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”我大马金刀地拉过太师椅坐下，让宋初霜坐在我腿上。我这人最讲道理了，今天我来呢，主要就是查个水表，不对，是来收个饭钱。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
楚镇南彻底暴怒，下令道：“给我杀了他！”数十名楚家精锐祭出法器涌来，灵气攻击瞬间封锁退路。宋初霜刚要摸木匣，我轻按住他的手：“老婆，打群架这种粗活，还是交给男人来吧。”我连站都没站，只是抬起右脚，对着地面一踏，咚！霸道的肉身罡气如海啸般爆发，精锐们法器碎裂，齐刷刷倒飞而出。仅仅一脚，数十名修士全军覆没。楚镇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他强压恐惧，祭出一柄燃烧烈焰的宽刃大刀。这可是我岳父赐我的6阶中品灵兵烈阳斩，我今日便斩了你这妖孽！恐怖的烈焰刀芒当头劈下，我叹了口气，抬起右手伸出2根手指，咔，足以劈开大厅的刀芒硬生生停住了。6阶灵兵，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你岳父也太抠门了，就给你发这种劣质的指甲刀。2指微挫，乒乓一声，宝刀如玻璃般被折成碎片。我反手一挥，劲风直接把楚镇南扇飞在地上，喷出一口碎牙。我慢悠悠地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俯视：“现在咱们可以好好算算饭钱了吧？”楚家大厅内一片狼藉，楚镇南瘫坐在地，引以为傲的修为在那个年轻人面前连出手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位爷，楚镇南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：“饭钱我给，我这就让人去账房支取灵石。”去账房多麻烦啊！我拍掉手上的灰尘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俗话说得好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既然你们楚家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亲自去你们家宝库里，随便挑点土特产吧。带路。楚镇南哪敢不从？片刻后，我带初霜来到了地下宝库。楚家这些年搜刮了不少好东西，灵石堆积如山，法器琳琅满目。宋初霜看着满地资源，有些发愣。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就算有乾坤袋也装不完吧？装它干嘛？打包多费劲。我漫不经心地抓起一把极品灵石，这灵石硌牙，灵草又太苦。老婆今天给你变个魔术，教你一招吃干抹净。我眼神微凝，体内天地烘炉诀骤然运转。哼！整个宝库的灵气瞬间暴走，在熔炉法则的笼罩下，灵石、灵草、法器纷纷消融，化作精纯的五彩灵气向我掌心汇聚，提纯浓缩。我五指猛地一握，10几个呼吸间，偌大的宝库被彻底搬空。在我掌心，所有灵韵被压缩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灵气糖豆。饭后甜点。我将糖豆塞进宋初霜手里，这玩意儿对你体内的健态大有裨益，当零食嚼了吧。宋初霜握着那颗汇聚楚家100年底蕴的糖豆，嘴角忍不住微抽。然而就在他服下糖豆的瞬间，天耀城上空突然炸响一声怒吼：“庶子敢耳！”猩红雷云遮天蔽日，云层深处，无尽雷光与狂暴刀意交织，凝聚成一尊100丈高的虚幻法像。是岳父大人。楚镇南激动的跪地狂拜：“恭迎霸刀大人降临，诛杀此僚啊！”中州七境大能霸刀雷万钧，纵然这只是跨越千万里的神魂投影，其威压也让全城陷入恐慌。雷万钧俯瞰下方，声音如雷：“就是你这蝼蚁，破了本座留在外孙女身上的刀意，还洗劫了本座亲手扶植的楚家。”他缓缓抬起100丈大刀，虚空瞬间撕裂。面对着毁天灭地的一击，宋初霜握紧无锋剑柄，剑意冲天。我却再次将他按在身后，仰头看着那法像，嫌弃地掏了掏耳朵：“你们中州的人是不是都有个毛病？”我双手拢袖，对着天空喊道：“打架就打架，非要搞这么大的全息投影出来？你脸这么大，是怕别人看不清你脸上的褶子吗？”天耀城上空，猩红雷云剧烈翻滚，江于白那句嘲讽仿佛往滚油里泼了冷水，瞬间引爆了七境大能的怒火：“狂妄小儿！本座纵横中州300载，还从未见过你这等不知死活的蝼蚁！”雷万钧的100丈法相怒吼，紧握由雷霆凝聚的虚幻大刀，对着下方悍然劈下。霸王怒天晴！空间因这一刀发出哀鸣，刀压飓风将楚家建筑直接碾成粉末，无数修士吐血倒地。七境大能的一击，足以将这座卫城彻底抹去。江于白，宋初霜顶着威压上前，想要拔出无锋并肩作战。老婆站我后面，挥大，我随手挥出一道罡气屏障将他护住，随即抬头直视那柄从天而降的雷霆巨刀，松了松筋骨。俗话说得好，站得越高，我攥紧右拳，眼中闪过危险的光芒，摔得越惨。我双腿微屈，猛地蹬地，
地面瞬间崩塌出一个巨大的陨石坑，我整个人化作一道青色流光，迎着巨刀冲天而起，没有动用灵力，全凭蛮横到极致的肉身力量。拿肉身硬扛7境刀意，这小子疯了吗？楚镇南在废墟中瞪大双眼，然而下一秒，我那渺小的拳头毫无花哨地砸在巨刀刃上，叮咔嚓，虚幻大刀像根脆弱的冰棍，从刀尖开始寸寸崩碎。什么？雷万军法相惊呼，但我全势未停，穿透漫天雷光，瞬间出现在法相面门前。我看着那张震惊的巨脸，嘴角微勾。老登，你的网速太卡了，我帮你重连一下。我反手一个大壁兜抽在法相脸上，响彻云霄的脆响中，法相脑袋严重变形。砰！雷万军的百丈法相如同被撑爆的烟花，在城池上空轰然炸裂，化作漫天光雨。数万里外，中州主城霸刀山庄，闭关的魁梧老者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气息萎靡，眼中充满忌惮。到底是谁，竟能一击打爆本座的神魂投影？天耀城内，楚镇南见岳父法相消散，直接吓得昏死过去。我轻飘飘落下，拍了拍手，搞定我。看着宋初霜笑道：“走吧，老婆，这城门守卫也打了，饭钱也收了，老丈人也揍了，咱们直接去中州主城找那个老登的本尊切磋切磋。”宋初霜眼底泛起骄傲与笑意。好，听你的。他握紧无锋剑匣，两人并肩走向西阳，只留下满城怀疑人生的修士和沦为废墟的楚宅。中州主城霸刀山庄，作为顶级势力，霸刀山庄往日里门庭若市，今日却全庄上下如临大敌。密室内，7境大能雷万军再次喷出一口黑血，投影被打爆的反噬让他的境界隐隐跌落。不管你是谁，本座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就在他咆哮时，一声随和的嗓音穿透重重阵法，响彻山庄上空。老登在家吗？你刚才网速太卡，我寻思着直接顺着网线过来，帮你把路由器修一修。话音刚落，霸刀山庄那扇黑金大门如饼干般碎了一地。我牵着宋初霜的手，闲庭信步般走了进来。嫡喜，结万仞诛仙阵。数千精锐弟子涌出，刀光如林将我们重重包围。雷万军披头散发地落在半空，死死盯着我。庶子，你竟真敢打上我霸刀山庄，真以为破了本座一道投影就能在中州一手遮天了？他狂笑结印。今日本座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7境底蕴，血祭苍生，拒我雷刃。猩红大阵瞬间笼罩山庄，竟开始抽取下方数千名弟子的生机。弟子们凄厉惨叫，谁也没想到宗主竟在关头把他们当成了充电宝。宋初霜握紧无锋，眼中满是愤怒。这等残杀同门的行径，简直猪狗不如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中州规矩？我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强者挥刀，本该向更强者，或者为了守护弱小。你这种连自己人都杀的垃圾，也配拿刀？我松开初霜的手，一步踏碎虚空，瞬间出现在雷万军头顶。天地轰炉，给我震！我毫无保留地释放天地轰炉诀，绝对的法则压制瞬间瓦解血阵，生机化作星光，重新落回那些绝望的弟子体内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雷万军发现灵力被封，吓得肝胆俱裂。砰！我脚下发力，雷万军苦修300年的丹田瞬间碎成齑粉。他在极度的恐惧中沦为废人，全场死寂。数千名弟子放下兵器，心甘情愿地跪伏在地。我没有大开杀戒，转身走向宋初霜。中州主城霸刀山庄废墟，曾经不可一世的雷万军修为全废，正被弟子押走赎罪。而废墟中央，我正蹲在地上，用打爆法相残留的雷火慢条斯理地烤着2个紫玉地瓜。来，老婆尝尝这个，顶级雷火烤出来的，外焦里嫩，不仅能补充灵力，还不长胖。我将剥好皮的地瓜递给宋初霜，宋初霜接过地瓜，眼眸弯成月牙。在这一片肃杀的兄弟，我们俩悠闲地像在后院野餐。这时，天空中闪烁起数十道强悍盾光，中州各大顶级宗主、世家家主见雷万军气息消失，纷纷赶来。看清沦为废墟的山庄和烤地瓜的我，大佬们齐刷刷倒吸凉气。扑通，一名家主率先跪倒，高呼：高人神威，替中州除此大害，我等愿奉高人为中州新主，执掌万宗。其余大佬也纷纷跪地，齐呼拜见新主。然而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俗话说得好，如果有便宜不占，
那这个便宜多半是个天坑。我拍掉手上的灰，站起身，无奈叹气：你们这群老狐狸，算盘打得我在沧州都听到了。什么中州新主，不就是想找个免费的顶级打手，天天给你们处理宗门纠纷，抵御外敌吗？让我天天按时打卡上班，007全年无休。抱歉，我这人最讨厌加班了，更别说还是没工资的无偿加班。我拉起宋初霜的手：中州的烂摊子你们自己慢慢分，我要带我老婆回乡下种地去了。一名剑宗老祖忍不住站起来，语气不甘：阁下肉身成圣，老朽钦佩，但九州正统向来以剑修、法修为尊。阁下区区一介武夫，只懂蛮力，未通大道，若是真的一走了之，恐怕难以服众，中州必将大乱了。宋初霜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握紧剑匣就要教训这个倚老卖老的家伙。老婆，别动怒，吃完地瓜别剧烈运动。我按住他的手腕，看向那名老祖，嘴角勾起张狂的弧度。谁告诉你武夫就不懂剑了？我抽出宋初霜腰间的无锋剑柄，低声道：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，什么是真正的大道至简？轰！我体内那吞天噬地的肉身罡气瞬间转化，将纯粹的体魄力量疯狂灌入那光秃秃的剑柄。嗡！一声刺破9天的剑鸣响彻中州，在惊骇的目光中，一道由罡气与法则凝聚的万丈透明剑刃轰然暴涨，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光寒耀9州。我握着这柄法则之剑，对着头顶万里阴云随手一挥，就像剪刀划过破布，遮天蔽日的万里阴云被我硬生生劈成2半，阳光重新洒向大地。这剑宗老祖双腿一软，老泪横流。剑道巅峰，这才是剑道巅峰啊！老朽坐井观天，实在可笑。全场宗主再次五体投地，发自灵魂的站立臣服。我散去罡气，将剑匣挂回初霜腰间。看见没？不是我不会，是我平时懒得用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在无数敬畏的目光中拉起初霜的手，头也不回地朝城外走去。老婆，中州的菜太咸了，咱们还是回老家吃面去吧。好，我给你握2个荷包蛋。微风拂过，青山白裙渐行渐远，只留给天地一个无法逾越的神话背影。沧州城外，通往隐雾山的小径野花烂漫，没有了中州的尔虞我诈，空气里只剩泥土芬芳。我手里拎着2只肥兔，嘴里叼着狗尾巴草，脚步轻快得像个顽童。老婆，你慢点，等等我。那2只老母鸡跑不掉的，我已经把篱笆扎紧了。走在前面的宋初霜回头，温柔的笑意盛满脸庞。他腰间挂着无锋剑匣，手里却提着刚买的时书。谁让你刚才在路上看人家下棋看入迷了？再晚点回去，锅里的汤都要烧干了。推开修缮好的柴扉，小院已种满翠绿。我熟练地扎起围裙，蹲在灶前生火。俗话说得好，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你洗手做羹汤，那他多半是饿了。我一边添柴，一边一本正经的碎碎念。宋初霜洗着菜，白了我一眼：你就不能有一句正经话吗？正经话？我抬起头，映着灶火的眼眸亮晶晶的。正经话就是，这辈子能下山遇到你，大概是那老头子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人事。什么中州第一、9州至尊，都不如这一碗握了2个荷包蛋的阳春面来的实在。宋初霜动作微顿，轻声应道：我也是。此时的中州，大刀山庄已成开放书院，邪术销毁。经历过一剑开天的修士们，依然对后辈讲述着那个青山少年的传说。那个时代最强的是一个自称扫地药童的武夫，他教给了中州一个道理：心中有意，即便无丹田，亦能镇苍穹。隐雾山下炊烟袅袅，我端着热腾腾的面走出厨房，大声吆喝：开饭喽！宋女侠，请落座。2人相对而坐，阳光洒在桌上。我吸溜了一大口面条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老婆，商量个事，明天咱们去把老铁匠那个房顶再修修，我怕他哪天真气死了，没人给我打锅铲了。好，听你的。晚霞映红半边天，山风吹散了喧嚣，在这平凡的烟火气里，便是最圆满的江湖。